Hello， 大家好，我是专注一夜暴富学术研究、自己却一贫如洗的小王。15年前 YouTube 刚刚成立的时候，如果有人说普通人拍的视频发到网上可以赚钱，彼时还沉迷于芒果台等一众高度专业化电视节目的你，一定会轻蔑地说一句：你拉倒吧。然而2020年的今天，如果一个视频创作者跟刷着 B 站玩着抖音的你说他在网上做视频还有很多粉丝，我2年多没赚过1分钱，你一定会不爽地说一句：拉倒吧。15年后，我们在不知不觉间走进了 UP 主的掘金时代。UP 主靠恰饭赚钱，恰饭就是靠打广告吃饭，这几乎成了所有视频消费者的一项基本常识。然而多数人想要自己通过拍视频赚钱的时候，却又产生了以下几个常见的疑惑：我找谁赚钱？我怎么赚钱？我值多少钱？看完这期视频，你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以上这些疑惑，并且明确的认识到你跟那些赚钱的 UP 主大佬们本质的差距究竟在哪里。首先先给大家来一盘开胃菜，盘点一下 UP 主们常见的赚钱方式有哪些：1广告，2电商，3知识付费，4 to B 服务，5直播，6逐梦演艺圈，7创作激励。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恰饭，也就是植入广告。如果你们对以上其他的某个方式格外感兴趣，记得弹幕告诉我。说到广告，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 UP 主们的大金主爸爸都是从哪里找来的。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搞清楚这个事情里边的几个常见角色。1 UP 主自己，这个不用多说了，做视频的，对吧？2金主爸爸，甭管自己掏钱还是公司掏钱，总之就是广大 UP 主们的送饭人。3媒介，游离在 UP 主和金主爸爸之间的人或公司，两边都认识，中间商赚点小差价。4 MCN 公司，这里大家不要太在意 MCN 这3个字母啊，更加不要把它们重新排列组合，因为即便你翻译过来成中文，咱也听不懂它到底是啥意思。所以呢，咱们就把它简单的理解为网红公司就 OK 了。金主爸爸们每天都在发愁，怎么才能把这个饭送出去？UP 主们每天都在愁，怎么才能填饱自己的肚子？他们彼此之间都在寻找对方，因为品牌方跟 UP 主都太多了，很难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找到身心契合的。这个时候，媒介找到 UP 主说：“你把你的饭量跟喜好告诉我，我要是找着合适的呢，我就给你，我留一丁点就行了。”但很多时候呢，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给自己留了多少。网红公司呢，普遍比较霸气，甩你一份合同，跟你说以后要饭的事你不用操心了，听见没？但是呢，我每帮你要来1碗，你就必须得分我一大口。如果你私下出去要饭，让我知道了，我就有权利让你赔我一锅，听见没？然而广告行业那点事儿远远不止这几碗饭就能掰扯明白的。这期视频呢，我们也不多加赘述了。聊完广告的合作渠道，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广告的类型。相信很多小伙伴多多少少都应该了解，恰饭有软饭与硬饭的区别，但实际上广告的类型细分却不像有些事情那样只有软与硬如此简单的2种形态。这里呢，给大家科普一点广告的小常识。多数广告可以大致分为2种：品牌广告与效果广告。品牌广告的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牌子啊牛逼。这类广告呢，屌是屌，但是它一般不会承诺广告的效果，1000万砸出去1分钱没赚回来，也没有人管你。而效果广告则恰恰相反，投入多少钱就返回你多少价值。广告主为展示、点击、购买等用户行为付费，它有点像小王，虽然呢逼格没那么高，但是实惠呀。多数时候呢 ，UP 主恰饭都是以品牌广告为主的，而根据不同的插入形式，又会分为定制广告、植入广告与动态广告。定制广告顾名思义，就是这一整条视频都是为这个金主爸爸而生的。开头非洲农业不发达，中间日本资源太缺乏，结尾美国圣地亚哥。而植入广告则是在不影响内容主体的前提下 ，UP 主冷不丁的来那么一下子。说到这儿，不得不跟大家吐槽一下，我最近熬夜做视频掉了很多的头发，但是自从用了金克拉之后，头发轻松亩产1000把。而动态广告就更粗暴了，视频都不用做，直接发个动态。来，同志们注意了啊！转发抽奖送10袋金克拉。对于金主爸爸来说，这3种类型分别就是所谓的超大杯、大杯与中杯了。但是随着行业的不断成熟，视频植入广告中也出现了很多效果广告。打开宝了吗 APP 搜索小王秘制小汉堡，领取小王粉丝专属优惠，或者添加啥都会老师微信报上暗号小王真帅，领取小王粉丝专属资料。你品。
你细品。那说到这儿，决定每个 UP 主广告费多少的因素有哪些呢？或者说高端一点，决定 UP 主商业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首先粉丝数，这个也不用我多说啥，大家都明白，对吧？但很多小伙伴简单的把粉丝数作为评估 UP 主商业价值的标准，就有点过于天真了。一个粉丝量级50万的鬼畜 UP 主的月收入，可能还不及一个粉丝量级10万的美妆 UP 主的一半高。从我这段描述中，你可以看出来，除了粉丝，二者的变量还有品类。当你看到一条鬼畜视频的时候，真逗哦！当你看到鬼畜 UP 主打广告的时候，真逗哦！当你看到一条美妆视频的时候，哇哦，姐姐好漂亮，怎么这么有效，好想买哦！当你看到一个美妆 UP 主打广告的时候，哇哦，姐姐好漂亮，怎么这么有效，好想买哦！购买行为产生了比较高的商业价值，而却没有。视频分区大幅决定了 UP 主的商业价值，这句话说出来很残酷，但它确实也是现实。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年里，无数头部优秀的 UP 主开始尝试转型，逃离舒适圈本身也是为了触碰更高的天花板。最后一点是口碑与魅力，这很好理解，比如对于那些和我一样具有神仙颜值的 UP 主，我是很愿意为他们买单的。当然，我要是看见了和我一样具有有趣灵魂的 UP 主，他推荐的东西我也一定会关注的。这就是魅力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 UP 主的口碑一夜崩塌的例子也不少。我卢本伟没有开挂，而这足以让他们累积多年的商业价值一夜归零。以上几点说的都比较抽象，有几个广告行业喜欢用的指标，可以简单量化以上因素，大家可以在视频之后慢慢品味。1. CPM 广告每1000字展示价格。2. ARPU 每位用户所带来的收入。3. ROI 投资回报率。UP 主的壁垒有3点： 1. 粉丝量级。2. 内容生产能力。3. 个人魅力。我知道你接下来想问什么，这些东西我也都聊过了，你们可以去我的主页看这期视频。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如何看待 UP 主们的广告。做这个系列的视频是因为我之前确定的5万粉丝彩蛋，就是教大家如何恰饭的恰饭教学。定这个彩蛋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拆别人的台，而是希望剖析本质，让大家能够更加理解目前 UP 主们的商业化运作方式。每个 UP 主做视频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心血与精力，甚至金钱。就拿我个人而言吧，我现在经常工作到晚上10点才下班，为了保证周末能正常更新视频，工作日晚上到家常常写脚本，拍视频就到凌晨3、4点了。就在我说话的此时此刻，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0点36分了。但是比我拼的 UP 主真的有很多。然而一旦接了一个广告，就会被人怼一句你的初心没了。其实大家来看视频的初心倒是很简单，就是看视频嘛，要么放松一下，要么学习一下。但是很多 UP 主的初心可能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做内容给大家，最后恰点辛苦钱，这事也不丢人。广告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和内容一样，都是一种价值传递。UP 主觉得商品对于观众是有价值的，结合自己的内容把它推荐给观众，只要不是昧着良心掐烂钱，它就算是个好事。随着 UP 主视频内容的商业化逐渐成熟，广告投放的效果逐步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将 UP 主的视频作为主要的投放渠道， UP 主们也会得到更好的收入，从而使内容质量获得提升，这对大家来说也算是件好事，对吧？以上便是咱们5万粉丝恰饭教学第1部分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几期视频我们就要进入 UP 主恰饭的实战环节了，大家可以期待一波。视频到末尾了，你应该发现了这个视频我从始至终都没有露脸，因为太多人说露脸影响了我视频的播放量，甚至一向对自己颜值无比自信的我都有点怀疑了哦。所以呢，做不露脸的视频跟大家一起看看会不会被打脸。一夜暴富路漫漫，千里之行始于3连。如果你对一夜暴富的学术研究也感兴趣，记得点赞3连加关注。今天你离暴富又近一步，未来的大老板们，咱们下期再见。